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3.57，收盘价是183.2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3.62。最低价是在172.5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9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9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上穿了慢线，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，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并且呢，快线是即将要上穿慢线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到低点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急跌之后出现了一根带有大量的长绿实体 K 线。那通常我们可以把这根 K 线视为是主力宣示多头的开始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位置要把握进场做多的机会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说要确认股价转为多头呢，要突破上方盘整区的最高点。那目前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盘整区的最高点定义在200关口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在167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是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在172。那实际在11月23日收盘价是在183.20，那在当日出现了强势的反弹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收盘价又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对。并且呢，也突破了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盘整区。那所以说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说过，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将会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也就是反弹。那我们先调出辅助线。好。那我们说，股价如果在11月25日继续向上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185，也就是11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对，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来说一下，那185除了是11月18日 K 线最高同时它还是一个 K 线组合的一个标志位。我们如果把近2日的 K 线合并，我们会看到11月22日和23日合并，这是一个实体长绿 K 线。那再把11月18日和11月21日2根 K 线合并，这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。那左面的实体长红 K 线的实体包含了右侧的这个实体的长绿 K 线的实体。
那这是一个母子怀抱，也就是说它是出现在一个低档的母子怀抱。那低档的母子怀抱啊，通常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对，所以说啊，这个185它又是这个母子怀抱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，对，所以说那股价如果继续向上的话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点，来确认这个母子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，实际上也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叫做观察线。好，那如果站上这个185呢，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上方就是要突破这个5号趋势线。5号趋势线是9月21日和11月1日2日 K 线最高对建立的头低的一个下行趋势线。对，那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突破5号趋势线，它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92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说，站上它，实际上在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附近。那第二个目标啊，我们说就是要站上，要突破这个位置。那最终的目标是要突破上方，也就是200关口，11月15日的最高。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变换一个颜色。好，那这样一来啊，我们就会看到股价向上的目标，首先是突破185，然后是确认这个反转向上的 K 线组合，对，也就是说确认反转向上，然后下面的目标就是要突破200关口，也就是11月15日的最高。那么这个最高点呢，也是我们对可以把它定义成是一个盘整区的一个上限，对。那站上这个200关口呢，股价将会建立一个多头的趋势。当然，我们说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，5号趋势线和20均值将是压力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反弹，在185、在192和20日均线值，包括200关口这3个位置啊，股价都会容易遇压力而转折向下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盘整和下行。那说在11月25日，股价如果是出现了下行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5日均线值啊，我们测算是在177到179之间。那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下限177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作为观察。这条线呢，我们选择是红色线，我们作为日内盘中的一个观察位。好，那么对，如果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继续向下呢，我们说下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11月21日这个红 K 的最低是在167.54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母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后续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 K 线组合母线的最低，那么这个反转将失败，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对，那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删除它，然后把这个水平线呢调整到167.54。好的，那股价如果说
跌破了167.54，也就是母线的最低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将会测试下方的161，或者说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，也就是比166.185更低的低点出现。好，那么对，当然我们说如果跌破的这个母线有新低，然后下方就会要测试161。好，那这样一来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11月25日上方，我们要关注185，站上185，股价会继续反弹，目标是突破5号趋势线，然后呢站上200关口，建立多头趋势。那下方我们要关注167.54，那股价如果跌破了，后续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点位呢，将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在11月25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77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标志着股价是否还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183到185，那185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平线。当然我们说还有前高，就是183.62，那也就是第一个支撑区间，我们把这几个值都合并，就是183到185。那接下来的压力位就是192，是5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在这个地方。那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95到197之间。第四个压力位就是这个200关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77到179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接下来第二个支撑就是这个缺口170到172，然后是166，对，也就是这个母线的最低。那第四个支撑呢，我们给出依然是161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还会出现强势反弹。对，是强势反弹。如果是继续强势反弹呢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5，最高会到达196.5，收盘会收在196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势反弹的条件是它必须得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3的。这是强势反弹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79，最高会到达186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84.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